嗨，特斯拉于北京时间4月20日凌晨长桥美股盘后发布了2023年一季度报，又是汽车业务大面积不及市场预期的一个季度。海豚君直接带大家看5个关键要点。一、毛利率严重失守，一季度汽车销售毛利率已经掉到了 18.3%， 卖方普遍预期 20% 以上，差距比较大。2. 保住销量，单车盈利大幅滑落，一季度销量 42.3 万，再创历史新高。但实际上降价这么多之后，再加上最近提车时间再次变短，估计之前降价可能消耗了部分需求。这么一看，一季度销量并不算特别出彩。3. 降价太快是问题源头，单车毛利与毛利率同时下行，降价太快是关键问题。一季度单车降价接近$5000，原材料下行只弥补了不足1200元的降价损失，而因上海工厂满产，电池厂爬坡慢，固定成本摊薄效应短期已经结束。4. 强控费能力，通过几个季度的连续观察，特斯拉目前控费能力非常强，无论收入如何增长，研发、销售、行政等费用基本没有变化，等于只要有毛利释放，基本都会转为经营利润。5. 经营利润27亿，明显低于市场预期30亿。这个问题还是要回溯到降价与顶梁柱业务汽车毛利率下滑上。储能和服务业务表现虽好，但体量太小，当顶梁柱松动的时候，它再好也无济于事。海豚君整体观点，海豚君上季度在特斯拉充分回调后强调，长期竞争优势清晰可见，短期销量预期和毛利率指引基本锁定的情况下，对特斯拉不应过于悲观，应该更多关注它的长期故事的确定性。股价从100元回升到200元并不是难事，而这段时间内经过充分的预期修复之后，特斯拉确实也在200上下波动起来。在这个节点上，海豚君认为，在没有爆款新车拉动，特斯拉走出超跌带出投资价值之后，看起来自身 Alpha 吸引力已经不足，更多是一个 Beta 变化带来的股价波动空间。因此，从2023年的情况来看，无论特斯拉怎么画大饼、吹情怀和宏伟蓝图，几个现实问题是： 1. 汽车作为消费大件，高息环境对购车消费拖累太大，而且进入2023年，欧洲和中国都处补贴退坡状态。2. 全球各大汽车厂商到2023年，新能源汽车产能和供应链压力都已变小或消失，产能释放加需求背交，价格厮杀恐怕是今年一整年的主题。3. 特斯拉号称降本50%价格的屠夫款新车平台，也要到2024年下半年才推出。2023年基本停留在老款改款的汽车发售小年中。4. 特斯拉通过销量目标的重申，再次传递规模取胜、以价换量的市场策略。而这些信息综合到一起，今年恐怕一整年都是降价走量的套路。而今年最终很可能的交付结果是，销量第一之下，180万销量目标悬念不大，但今年市场会反复博弈毛利率预期。虽然 FSD 有长期毛利率想象力，但是短期兑现上不可能有太大的爆发力，而短期毛利率更多会成为汽车降价对碳酸锂叠加相对变化，围绕着15%至20%摆动。这样的情况下，即使长期信仰上仍然认为特斯拉走过这波厮杀之后，也是傲立群雄的独特存在，但今年之内，特斯拉没有新车支撑的厮杀，看不到太多的向上空间呀。所以，谢谢你的收看。想了解更多财报的详细资讯，就来订阅我们的频道吧。我们下期见哦。